1592年，一个男婴在豪宅里降生，却被产婆一时失手掉在了地上。母亲玛丽因为他是次子而迟迟没有给他起名儿，因为次子就是家里的小透明，他不能继承任何财产。不过最后这个漂亮的男婴还是得到了一个名字——乔治。时间来到1612年，20岁的乔治要被母亲送去法国学习，但他却因为爱上女佣而选择自杀。被母亲救下来后还是不肯去，母亲却很赞赏他的演技，对这种爱而不得就去上吊的浮夸表演大加赞赏。在母亲眼里，儿子的这种表演天赋正是遗传了自己。玛丽正是凭借这种以假乱真的表演能力，让自己从一个出身低微的女佣，成功征服了贵族乔治·威利尔斯爵士。爵士为了娶她，花了一大笔钱给她买了贵族的姓氏和身份。可两人的婚姻并不幸福，玛丽忍受着丈夫酗酒、乱交、家暴，而且拒绝给儿子钱去法国。最终，醉酒的老爵士乔治在和玛丽的推搡中摔下楼，一命呜呼。守寡的玛丽找到律师申请继承遗产，可没想到威廉尔斯的遗产只有一大堆借条，甚至房子都给了表亲。玛丽一家继续住，还要付房租。律师雪上加霜地拿出一张拆开的文件，那是当年给玛丽买身份的文件。玛丽直接手滑，把文件丢入壁炉烧了，并威胁律师把嘴闭好。为了钱，她不得不再次出嫁。刚守寡2周，就找了下一任目标康普顿爵士。他利用自己卓越的口才、交际花的手段、会计师的精明以及精湛的演技，说服了老头，让自己成为新一任的爵士夫人，由此换取儿子乔治的法国学费。最终，乔治在一家人的注目礼中孤独地被送往了法国。刚下船，眩晕不已的乔治就被带到一所博物馆一般的豪舍，而通往房间的每一条路都是颠鸾倒凤、翻云覆雨的香艳饕餮。另一边，母亲玛丽带着儿女们开开心心地搬进了新家，经过了婚姻公证，开始了新生活。乔治在法国郁郁寡欢，这个负责他在法国生活的年轻人名叫让，此人对他了如指掌。让毫不客气地没收了哥哥送给他的笛子，并告诉他以前的种种都要忘记，来到法国就要成为一个崭新的人。然后带着乔治学习击剑、舞蹈等贵族必备的各项技能。在英国的母亲玛丽却过得很不错，在听说英国国王要到乡间度假，她死磨硬泡地让丈夫揽下了招待国王的任务。口口声声表示只是为了满足一下一睹国王真容的好奇心，其实是为了更大的野心。詹姆斯国王身边亲近的大臣只有一个英国人大卫·格雷厄姆爵士，其他都是由萨默塞特带领的一帮英格兰男宠。他们嫌弃精心准备的房间和食物，甚至不肯下来一起共进晚餐。玛丽眼瞅着要错失良机，干脆半夜偷偷溜到国王的房间外，却意外地见到了国王的男宠张伯伦。张伯伦依靠和国王的亲密关系，成功进爵并成为枢密院顾问。看着国王毫不顾忌地就当众和张伯伦卿卿我我，这令玛丽想到了自己那个盛世美颜的儿子詹姆斯的断袖之癖，让他身边都被苏格兰人占据的局面，令大卫·格雷厄姆爵士很不爽。他告诉玛丽，他并不反对国王的断袖之癖，而是不愿看到国王的想法受到苏格兰男宠们的左右。这番聊天让玛丽有了自己的计划。乔治在法国进步很快，他与让也成为了好基友，他从容地接受了同性关系，并提前学成归来。看着儿子风度翩翩的样子，玛丽甚为满意。乔治告诉母亲，法国之行给他最大的领悟就是身体只是身体，言下之意，身体不仅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财富。这个想法和玛丽不谋而合。母亲告诉儿子，眼前就有一个机会，国王将宴请远道而来的丹麦国王，宴会上可以安排一个机会接近国王。乔治欣然接受，于是他被安排在宴会上给国王上菜，而且上的还是主菜，这是一个露脸的大好机会。
但是没想到还没走到国王跟前，就被国王的男宠伸脚绊倒，场面狼狈。愤怒的乔治误以为是同伴，抬手就打，被人拉开。男宠们想就此砍掉乔治的手，结果被心情不错的国王赦免了。乔治错失良机，被扔了出来。因为失败而无地自容的乔治偷了母亲的匕首，准备自杀。母亲告诉他拿刀的姿势不对，然后细心的教导：胜负乃兵家常事，这件事已经成功给国王留下了印象。接下来只需要再次回到他的视线里，青春美貌稍纵即逝，要尽快利用它获取猎物，让国王成为自家的战利品。大卫告诉玛丽，国王要去看赛马，他可以为乔治在路上制造一次偶遇。而且这次国王与王后同车，没有萨姆塞特在旁捣乱。但事实是，路边早已站满了想要被国王挑中的男人，大家都打扮得花枝招展，里三层外三层的等待着国王的垂青。国王的马车飞快地疾驰而过，乔治努力追赶，结果摔在泥地上，计划又一次失败了。这时候的玛丽还在忙着安顿她其他的孩子。大儿子约翰有精神疾病，犯病的时候，他掐死了家里养的宠物狗。玛丽让乔治补了一枪，伪装成乔治意外打死的。可这根本瞒不过佣人们，约翰的状态令佣人们议论纷纷。玛丽觉得必须尽快给约翰定一门婚事，她看中了大法官的女儿，为此邀请大法官爱德华·科克一家来吃饭。大法官的妻子是一个继承了巨大遗产的二婚寡妇，她不仅当众揭穿了约翰有精神疾病，还鄙视玛丽的出身，更是把玛丽和4个孩子全嘲讽了一遍，然后领着女儿傲慢地离开。这巨大的侮辱让乔治更加希望快点搞定国王，于是母亲决定主动出击。她通过大卫见到了王后，向王后承诺自己和儿子绝对的忠诚与服从。于是王后给乔治安排了露脸的机会，又将他单独引荐给了国王，顺利受封为爵士，身为侍卫陪伴身边。发现被人钻了空子的萨默塞特愤怒不已，在国王面前就粗劲大发地摔东西。就在乔治一帆风顺之时，玛丽得知有人找到了律师，从律师嘴里问出了玛丽买身份的事儿，并让律师签了一份真相说明。他猜测是大卫干的，这么干是为了控制自己和儿子，于是他偷偷下毒，毒死了大卫和他的侍卫，却没想到侍卫没有死。他偷偷拿了那份有律师签字的说明，交给了大检察官弗朗西斯·培根。在国王的狩猎活动上，萨默塞特出言挑衅，乔治毫不让步地怼了回去，两人之间的矛盾升级。国王从中调停，避免了一场冲突，但显然国王开始对乔治这个小鲜肉产生了兴趣。这个操着流利法语、显得时髦而优雅的乔治，把萨默塞特衬得又老又笨。国王贴心地提醒乔治，狩猎时要小心，打猎中经常有侍卫被摔死的事儿发生。狩猎正式开始，大家拼命地追逐着一只雄鹿。乔治和萨默塞特为了抢头功拉扯了起来。乔治看准时机，故意摔下马，还嫌伤得不够重，又在树上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然后在赶到身边的国王眼前上演了一场苦情戏。这可把国王心疼坏了，萨默塞特当然成了嫌疑对象。国王对萨默塞特冷漠不已，乔治得到了国王的青睐。国王让他用自己的佩剑杀死猎物，并把血抹在他的脸上以示荣耀。当晚，乔治便成功爬上了国王的床。回城的路上，乔治终于坐上了马车，不用再站在路边发呆。萨默塞特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他开始花样百出地取悦国王，并动用一切关系让乔治消失在国王面前。玛丽一直没有收到儿子的信息，亲自来到皇宫。
他那过时的打扮和装束令在场的贵族们嗤之以鼻。乔治对母亲的到来也很冷漠，抱怨以前还有大卫能帮忙，而现在大卫忽然失踪，让自己在宫廷里孤立无援。大法官夫人又不失时机地上来呛声。另一边，看着萨默塞特夫妻俩当众与国王嬉戏打闹，王后怒不可遏。大法官悄悄告诉玛丽，自己还是很希望两家能够联姻。他觉得玛丽和乔治母子俩很有潜力，可惜这份示好很快就被嬉戏中的国王一脚踹在脸上，大法官落荒而逃。玛丽借机为儿子申诉，却被萨默塞特夫妻当众嘲笑侮辱，国王也让他赶紧离开。玛丽一出门就被王后拦住，王后怒气冲天地指责玛丽和乔治的无能，令她失望至极，同时对玛丽的出身表示怀疑，似乎玛丽伪造身份的事儿已经人尽皆知了。乔治站在楼上看着母亲的受辱，培根爵士忽然出现在他身边，并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逃出皇宫的玛丽遇到了萨默塞特夫人的前夫。这个男人警告玛丽当心自己的前妻，他会使用巫术和咒语，而自己就是受害者。玛丽乘胜追击，问出了关于萨默塞特夫妻涉嫌一起谋杀案，死者曾是萨默塞特的秘书兼密友，因为反对萨默塞特的婚事而突然死亡。玛丽顺藤摸瓜，找出了参与此事件的每一个人：值班的守卫，制作毒饼子的女仆，卖毒药的药剂师，以及帮萨默塞特夫人制作诅咒人偶的巫婆。玛丽把这些证据交到了大法官手里。很快，大法官夫人就把此事宣扬得人尽皆知。乔治忽然病倒了，被怀疑是得了梅毒，送出了皇宫。培根把萨默塞特夫妻被起诉的消息带到了乔治床头。萨默塞特要求国王给他一份赦免所有罪的法律文件，可这份文件被枢密院否决了。于是萨默塞特大闹枢密院。培根认为乔治应该快点痊愈，回到国王身边。萨默塞特夫妻的根基已经被动摇。没过多久，案件的相关嫌疑人都被一一审问、定罪并处决。而萨默塞特夫人也被关了起来。走投无路的萨默塞特来求乔治帮忙向国王求情，甚至以身相许，但被乔治拒绝了。最终，在大法官、大检察官等一众人的努力下，法庭判定萨默塞特夫妻谋杀罪成立。萨默塞特彻底失宠了。玛丽再次出现在皇宫里，所有人都投来讨好的目光。大法官夫妻也愉快地与他攀谈。虽然法官夫人还是不打算结亲家，但口气却松动了不少。国王当面向玛丽表示很想念乔治，同时担心萨默塞特夫妻也给自己下了诅咒。而玛丽则及时地把儿子乔治领到了国王眼前。当乔治拿起大提琴为国王演奏，悠扬的乐曲中，国王想起的是香艳的情景，而萨默塞特夫妻则是失宠倒台，身陷囚笼。在一旁默默看着儿子表演的玛丽，警告身边的培根离自己的儿子远一点，休想偷走自己亲手打造的这个前途无量的少年。扫清障碍后的乔治坐稳了国王第一男宠的位置。国王要去苏格兰巡游，乔治亲自陪同，弟弟吉特也成为了侍卫，培根被任命为长喜大臣。乔治一路开开心心陪伴左右，可一到爱丁堡就被冷落了。国王马上就跟其他苏格兰男宠们卿卿我我，甚至晚宴上乔治都被丢在遥远的坐席。在和几个贵族侍卫聊天饮酒后，无聊的乔治就与一个自称萨默塞特表亲的侍卫上了床。
这惹得国王醋劲大发地把乔治赶了出来。乔治努力想要弥合两人的关系，建议到外面散散步，国王答应了。可没想到，在树林里，詹姆斯突然怀疑有人要刺杀他，疯狂中跳到河里，险些被淹死。回到宫殿就发起了高烧，并再次把乔治轰了出来。侍卫趁机邀约乔治一起过夜，但乔治因为担心国王的病情而婉拒了。第二天，侍卫带乔治来到一个废弃的城堡，他讲起国王早年的一段往事。当年的詹姆斯在苏格兰曾专宠了一个名叫莱诺克斯的勋爵，此人假借国王之名横行霸道，导致国王被不满的贵族囚禁。囚禁他的正是这座城堡。詹姆斯逃出后疯狂报复，杀了囚禁他的贵族一家，这座城堡就被废弃了。说完，他突然就想掐死乔治，要为自己的表兄萨默塞特报仇。还好被及时赶来的弟弟解救下来。詹姆斯与乔治和好了，他告诉乔治，那个叫莱诺克斯的情人后来被流放国外，客死他乡。他死后把防腐处理过的心脏寄给了自己。这次苏格兰之行就是来埋葬这颗心脏的。于是，在乔治的帮助下，詹姆斯顺利完成了这个心愿。玛丽说服大法官，趁其夫人出门之际，把女儿嫁到自己家。可没想到，法官夫人把女儿藏了起来。两人一通好找，终于在其夫人的一所宅邸找到了女孩，强行将女孩抓了出来。可路上就被受托而来的培根拦住了。培根认为这门亲事导致的纠纷需要国王亲自裁决，而目前国王不在的情况下，女孩由亲妈和未来婆婆一起照顾。于是这对水火不容的冤家就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在一个桌子上用餐，互相挖苦嘲讽，又拿对方无可奈何。此时家里的约翰病情越来越重，玛丽安排女友回家去看看，正巧碰上约翰用刀子捅了侍女。即便如此，玛丽依然坚持这门婚事，她宁可牺牲别人家的女儿，也一定要给自己的疯儿子安排妥当。法官夫人也没闲着，她让老相好培根无论如何要让国王阻止这门亲事。当国王巡游结束返回时，培根早早的就迎了出来，结果还是晚了一步。玛丽更早就到了，而且与国王相谈甚欢。小儿子吉特也被封了伯爵。在国王的默许下，玛丽如愿以偿地看着儿子封约翰结婚了。玛丽被封为白金汉伯爵夫人，她终于带领一家人披荆斩棘地从底层爬进了上流社会，挤进豪门贵族的圈子。玛丽从不在乎品德尊严或是什么洁身自好，她很务实地知道国王喜欢什么，她就提供什么。国王喜欢热闹，她就带领儿女们如同戏子一样围绕在国王身边献媚讨好。国王喜欢恶趣味，她就把儿子女儿一起推到国王身边充当玩物。西班牙特使冈多玛来访，乔治硬生生地闯入了国王的会议。西班牙特使表示，在南美殖民地圭亚那，英国的沃尔特罗利爵士指挥军队偷袭了西班牙的控制区，特使要求把此人处死。长喜大臣和大法官各执己见，国王决定亲自过问此事。母亲玛丽则忙着计划乔治的婚事，她希望乔治能娶富可敌国的贵族女孩凯瑟琳，而且凯瑟琳对乔治也情有独钟。但此时后院起火，大儿子约翰的新婚妻子不满这个婚姻，与情人私会被玛丽发现。詹姆斯看出乔治有意染指政治事务，于是让乔治进入枢密院参与讯问罗莉的案件。这个从新大陆回来的贵族，执着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时期的海外拓展宏图，痴迷于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国。这大概是受到几十年前西班牙人洗劫印加帝国的影响吧。虽然屡次失败，甚至失去了儿子都不肯放弃。他发现白金汉侯爵乔治对自己失去儿子的同情，趁机大肆渲染自己如何爱儿子，并顺带兜售寻找黄金国的计划。这一招非常有效，整个枢密院只有乔治公开表态支持他，这让众大臣感到很困惑。
国王对乔治的冒失也非常的恼火，看着国王大发雷霆，乔治无可奈何。太子查尔斯及时出现，安慰了乔治，但同时他表达自己和母亲被父亲冷落的悲哀。原来王后已经病入膏肓，而国王没有丝毫的关心。张系大臣培根来找乔治，告诉他罗莉并没有那么简单，他善于煽动听众的情绪，为己所用。他希望煽动英国与西班牙交战，他甚至希望推翻软弱的詹姆斯国王。他杀死跟随自己多年的战友，来隐瞒自己淘金失败以及与西班牙冲突的真相。乔治颇感震撼。王后赞扬乔治支持罗莉的事儿，她告诫玛丽不要让乔治抢了国王的风头，否则他与国王的关系维系不了太久。玛丽试图说服乔治，趁着国王的龙宠，赶紧找个有钱的老婆才是正经事，哪怕将来国王另寻新欢了，也能有个依仗。但乔治已经不愿意再被母亲控制，他想要的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要娶什么豪门老婆，自己就是豪门，不香吗？玛丽意识到乔治已经不再是任由自己左右了。乔治不再受控，女儿想要嫁人，儿媳妇威胁要用无数顶绿帽子来抵制这个婚姻。一边看着疯儿子自残，一边看着儿媳堕胎的玛丽，看起来毫不在乎。她只管继续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很快，乔治就被骗回家，被锁在卧室里。凯瑟琳正在等他。凯瑟琳说，她不在乎自己的名声，也不在乎乔治与国王的关系，只要能嫁给这个美男子，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就算最终不能嫁，也要乔治做自己的情人。真是一枚疯狂的恋爱脑，但确实很有效。乔治接受了凯瑟琳，事得圆满地被放了出来。玛丽最终决定把疯儿子送走。此时的约翰已经不认识亲弟弟了。看着趴在地上擦地的旧情人，乔治不忍直视地落荒而逃。回到皇宫，乔治耐心地拼凑了破碎的国王，两人重归于好，并且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支持国王。于是罗莉被判处死刑。支持罗莉的王后被气得吐血，把玛丽叫来骂了一顿。当玛丽找到儿子想要询问原因时，儿子当面与母亲决裂了。站在身后的培根带着胜利者的笑容看着这一切。虽然杀死罗莉平息了与西班牙的矛盾，但因为罗莉在国内的声望很高，处死她引起了民怨沸腾。乔治也不愿看到这个局面。在皇后死后，棺木停在白金汉宫，迟迟没有下葬。查尔斯王子认为母亲遭受如此的不公平，全是因为乔治这些宠臣。其实乔治知道王后没有下葬，是因为国王没有钱给王后一个体面的国葬，而且民众因为罗莉的死而暴乱不断。詹姆斯国王却装作看不到，躲在后宫与乐师小丑们玩得不亦乐乎。乔治建议国王召开议会，增加税收来弥补皇室的财务问题，但国王颇感为难。他认为议会从来都只会做两件事儿，那就是与西班牙开战和削弱国王的权力。但最终在王后的棺椁面前，他不得不决定去面对议会。议会分为上议院和下议院。在苏格兰执政时，詹姆斯利用新教和天主教的矛盾，成功地控制了两院，让他成为苏格兰声誉颇高的国王之一。但当他执政英格兰后，却无法找到正确的打开方式。詹姆斯很少了解英国中产阶级的诉求，枢密院会议桌上的下议院议员也很少。上议院因为他放任宠臣们的肆意妄为而人心尽失。他上位的几年就把前任伊丽莎白一世的债务扩大了1倍。当他提出增加税收的议题，马上遭到了议会的反对，大家嘘声四起。詹姆斯只能不断重复王权天授来阻止议会的一片嘘声。在被议会拒绝后，詹姆斯私自向商人增收新税，并出售各种垄断权。乔治从中大肆敛财，收受贿赂。王后死了，
看着乔治与培根沆瀣一气，支持萝莉站在王后一边的大法官科克决定辞职枢密院，并且发誓要查处受贿与腐败的官员。这一目的直指培根与乔治，而两人此时正与西班牙特使贡多玛打得火热，收受了不少来自西班牙的好处。贡多玛提议让查尔斯王子求娶西班牙公主，有了联姻，两国的感情就会更好。但乔治对这个想法不乐观，现在举国上下暴动不断，对西班牙更是充满敌意。在这个时候，皇室联姻只会增加民众对国王詹姆斯的反对声音。培根则认为现在的大法官科克才是阻碍诸项行动的绊脚石，发誓要除掉大法官。确实，大法官在与乔治家联姻后，什么好处都没得到，白白赔进去的女儿。乔治支持国王杀萝莉，间接气死了王后，事事都与自己作对。玛丽来找大法官，想救出被抓的女友，实实在在的碰了个钉子。大法官坚决地表示，一定会要把乔治和培根送进伦敦塔。国王自从在议会受挫后，再也不理朝政，整日把自己关起来，不见任何人。乔治也无法亲近国王，这使得他想通过国王消灭科克的想法也落空了。而大法官此时变得凶猛无比，带着人搜查了乔治的弟弟吉特的家，然后直奔乔治的豪宅而来，不顾身怀6甲的女主人就开始搜家。乔治丢下媳妇儿，和弟弟一起逃回了母亲家。乔治不得不承认，关键时候还是母亲更靠得住。他求得母亲的原谅，玛丽告诉他破局的方法，说服查尔斯王子娶西班牙公主，以此为条件找西班牙特使贡多玛交换培根收受贿赂的证据，用培根向大法官交换自己的无罪，然后搞定国王。果然，乔治顺利的破局，一切回到了从前的顺利局面。培根被定罪，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准接近市中心，甚至连图书馆都进不去。培根报复性的买通了一个女犯，杀死了玛丽的女友。乔治陪同查尔斯王子来到西班牙求婚，大庭广众之下，查尔斯王子一展歌喉，掩盖了自己的口吃。公主似乎对这个英国王子还算满意，但西班牙王室要求查尔斯王子改信天主教的前提下，才可以讨论婚嫁之事。查尔斯无法接受这个要求，于是两人被冷落在一边。乔治忍无可忍地去见首相，首相冷漠的态度令乔治倍感受辱。已经是白金汉公爵的乔治认为，西班牙王室是在故意折辱自己和王子，当场就甩狠话，表示自己会报复，哪怕搭上性命都要狠狠教训西班牙人的傲慢。最终双方谈崩了，乔治和查尔斯只能灰溜溜地回国。查尔斯王子对这次求婚被拒愤怒不已，同时倍感屈辱。这趟失败的西班牙之行倒是让王子与白金汉公爵之间建立了患难之情。詹姆斯身体日渐孱弱，玛丽瞅准机会陪伴左右，这让铩羽而归的乔治感到很意外，甚至连自己信任的御医都被母亲换掉了。他不解地问母亲要干嘛，玛丽开口就责备乔治没有帮自己救出女友，而且自从乔治被国王盛宠，不仅不再听自己的话，还处处作对，所以痛定思痛后决定自己来拯救国王，保护他不再受到乔治的伤害。这一席话气得乔治直接报复地说，母亲的女友就是自己找人杀死的。这对母子终于到了互相捅刀子拆台的程度。果然，国王在母亲的蛊惑下疏远了乔治，甚至连乔治的亲密动作都被国王拒绝。失去国王的宠爱，母亲也成为敌人，乔治感到束手无策。但他马上振作起来，让查尔斯缠住母亲。他偷偷地把国王带到小树林里布置的世外桃源。两人又和好了。乔治还说服詹姆斯召开议会，诓骗詹姆斯国王说要亲自在议会上说明西班牙人的傲慢以及查尔斯王子的坚强。这一举动引起母亲玛丽的极大反对。母亲知道乔治想要假公济私地发起一场战争，两人剑拔弩张地吵了起来。直到国王进来明确表示相信乔治，并让玛丽离开而告终。
乔治和查尔斯召开议会，讨论对西班牙的战争。乔治成功地煽动了议员们对西班牙战争的支持。最终，乔治还是辜负了詹姆斯的期待。玛丽来看国王，并把乔治搞砸西班牙之行是因为冲动和个人傲慢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希望国王能出面阻止战争。可惜詹姆斯一世有心无力地表示一切已晚。当乔治回到虚弱的国王身边，国王愤怒地怒斥乔治利用自己，打破了自己长期以来维持的和平，宣布剥夺乔治的所有头衔，并将他处死。玛丽慌了手脚，本想让国王阻止战争，弥补儿子犯的错，没想到却把儿子和全家人的命搭了进去。浓烟刺激下的国王在关键时刻晕倒，乔治把他带回皇宫，并把查尔斯王子支走。母子俩讨论着国王是否真的会下这个决定，还是只是气话。最终他们不想冒险，乔治对国王下了手。当查尔斯带着医生赶到时，国王已死。乔治故作悲伤状向新王查理一世行礼，于是在查理一世的授权下，对西班牙的战争开始了。可惜大家等来的不是胜利，而是一场接一场不断的失败。伟大的白金汉公爵不断地展现着他的勇气和对战争指挥的无知。最终，一名厌战的海军中尉刺杀了乔治。噩耗传到母亲玛丽耳里，她很平静，早就意料到会有这一天。虽然乔治死了，但一家人已经锦衣华奢，高官厚禄，享用不尽，儿孙满堂，如此的荣华富贵，牺牲一个儿子又如何呢？在这里补充一下白金汉及其他人的结局。查理一世最终因为暴政独裁被斩首，他也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斩首的国王。他的儿子查理二世在几十年后成功复辟。白金汉公爵乔治的妻子后来再婚，专心从事他的天主教事业，并远走爱尔兰，最终在几次宗教叛乱后病死在战场。白金汉的3个孩子被查理一世收养，大女儿结了3次婚，是诗人、女权主义者，也是最受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2代国王宠爱的孩子。2儿子弗朗西斯死于内战，年仅19岁。3儿子，也就是第2任白金汉公爵，没有后代，因此白金汉公爵只传了2代。好的，今天就聊这么多，更多精彩我们下期继续。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